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电神魔鬼2代》。本作有8个人物可以选择，这在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当中是非常罕见的。有小伙伴可能会问，大叔你为什么没选择黑骑士啊？黑骑士这个角色我之前录制过，所以这次就选择了天使泽尔迪亚。这个角色实际上在1代也有登场，不过当时是怪兽的形态。初代通关了之后，会有一段剧情，天使从怪兽的身体当中侧剪而出，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这里是第1关的 BOSS， 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，是因为下面有一个摄像机还在跟踪拍摄，这也算是街机平台的一个名场面了。这款游戏的最大特色就是人物的招式非常多。我刚才放这个是他的超杀，天使的超杀实际上不是很好用，容易挨打，毕竟是第1关 BOSS， 给玩家练手的，所以难度不高。天使这个翅膀是真的器官，并不是一个装饰品。在游戏当中，你也可以使用出滑行的招式。游戏的关卡数量并不算多，一共是5关，但流程还是不短的。头一个币，1周目打半个小时，没什么问题。8个角色里面比较受欢迎的应该是改造变异体，也就是本作里面的怪兽，再加上男主。本作的怪兽体型非常大，招式攻击力很强。天使这个角色当年在我们那个圈子里边不是很受欢迎啊，因为他的攻击力比较弱，而且感觉有点脆。这里是一个奖励关，可惜的是本作的奖励关只有这1个。能打到一点分数，所以我的动力不是很强。高手玩这款游戏的话，主要就是2个打法。首先就是速通，16、17分钟就可以通关1次。另外就是打高分了，打高分主要就依靠连续技。连的段数越多，得的分数也越多。高手的话，连个30次、50次都不是什么问题。但是本作有一个伤害修正系统，你的连段到了10下以上，对面就不掉血了。用连段打杂兵的时候，这一点不是很明显，但如果打 BOSS 的话，就能够看出来。第2关这个 BOSS 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会分身，分身数量还很多，所以如果咱们的气槽允许的话，使用 AD 打它就可以了。
我现在人物的名字在闪光，这就意味着咱们可以释放出隐藏的超杀。BOSS 还挺配合呀，幸亏天使的 AB 范围还可以，用来打这个忍者的分身最合适不过了。而且本作的 AB 是消耗气槽的，只要咱们的气够用，就不掉血。相对的还有消耗血槽的大招，是按 AC。关卡中间切换的场景，我剪掉了一部分。首先就是这个过程很长，7、8秒。中间如果有4个的话，咱们可以减掉半分钟左右。另外就是本作在模拟的过程当中有贴图错误，尤其是过关之后切换的时候。前面关卡的流程不长，我打了前2关才用了6分钟，但是最后一关要10分钟以上。天使的隐藏超杀是他为数不多的有输出能力的技能，但也要找机会。滑行的这一下距离真的比较远，而且滑行的途中也可以按攻击键进行一次穿刺攻击。一般的轻版动作游戏，如果可以出招的话，都是方向键还有攻击键配合使用，比如说下上 A、下前 A 等等。但是本作你需要按住攻击键，然后再晃摇杆。这个操作方式真的是非常罕见。我最开始接触的时候，感觉它有一点圆桌骑士的味道，先按攻击，后拉方向。但是本作的招式真的是太多了呀！虽然有一些共通技，比如说按住攻击之后下上或者是后前，一个是突进技，一个是对空技。基本上所有的招式都需要消耗气槽，如果气槽没有了，你还在搓招的话，就会消耗血量。第3关 BOSS 是一个机器人，这个机器人有霸体，太硬了，打他的话经常被反击。他还可以放出浮游炮，有气的话就一直 AB。这个 BOSS 等于是拼下来的，因为以天使刮痧一样的伤害打他实在是有一点吃力。
大家注意屏幕左边商场橱窗里的装饰物，真的是密集恐惧症玩家的福音啊！我当年看这个东西就感觉很不舒服。刚才的这招，抓到敌人之后按 AB。这个游戏想玩好的话，最好还是看一下出招表，有可能就会出现你已经忘记的招式。现在这个时代不只是出招表，游戏也非常好找。这几天在各个平台我发现了很多留言，有好几条都是找我买游戏的。其实现在的互联网信息非常透明，游戏资源也都非常好找，不用找我买啊，都是免费的，自己搜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也不可能卖这个东西。其实现在难找的不是游戏啊，而是能够和你一起玩的小伙伴儿。轻版动作游戏一个人玩和两个人玩完全就是两个感觉。最好的搭档绝不是那种顶尖的高手，而是和你默契程度高，水平又差不多的。有那样的搭档玩起来真的是非常舒服啊。如果两个人的游戏水平差的比较多的话，那玩起来两个人都不舒服。天使的话，我感觉和黑骑士一起是最为合适的。黑骑士在2代里边应该是换了一体，就是换了身体，明显比1代要汹涌了很多呀。当然，很多小伙伴可能当年玩电竞没有选过黑骑士，那是因为大家玩的一个假的电竞啊。实际上玩的是超任的逆向移植版，因为原本的街机版是可以选择6个人的，移植到超任平台之后缩水了，变成了3个。然后无良的盗版商又把超任平台的电竞逆移植回了街机平台。我当年玩的就是那个版本。不过前2年也给大家补全了一下街机版的电竞，而且选择的还是黑骑士。下期应该给大家录制一个初代的伊势。街机版和超任版的手感上还是存在差异的。可以打2个小机器人，有点像第3关 BOSS 的缩小版。量产型，对，应该用这个词啊，应该用量产型，因为本作是眼镜厂的作品，不过出品的年代比较晚了，已经是1995年。那个时候轻版动作游戏的高产时期已经过了。
很多的飞行射击游戏热度也过了，那后面的2年就要开始进入格斗游戏的时代了。2年之后，卡普空推出的《战斗回路》算是给轻版动作游戏做了一个总结。那同年大火的《拳皇97》也发售了。所以大家现在总说街机游戏，但实际上街机游戏也分为了几个时期。和家用机一样，比如任天堂的家用机从红白机、超任，后面的 N64、NGC、Win、Win U 还有 NS， 街机的机板也经过了更新换代。这里是第4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真的是比上一关还要肉，它的壳太硬了，而且是2个形态，2条血。最讨厌的不是它的本体，而是伸出来这2张嘴，经常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对玩家进行攻击。超杀好了我就放，也可以提升一下输出。刚才被打的这下真的很冤，因为实际上我已经在想了，我要不要2发 AC 把它收掉，结果自己损失了一下血量，感觉用 AC 来拼的底气不是那么足了。第5关就是最后一关了，我拿到了光剑。天使使用光剑还是有技能的，烤动的时候按 AD， 这招的伤害也不低，关键是有穿透性。这个超杀用的比较划算，打到了一堆人。毕竟是最后一关了，场景非常混乱，敌方的数量也比较多。我气槽利用的不太好。高手的话，气槽的每一个气都是算好的。你感觉他们好像无时无刻不在放各种必杀技，但是气槽从来也不缺。关键的时候还用血量来换气，换完了之后还总能捡到回血道具。这就是背板和计算。资源的分配非常合理，这2个机器人最好快速的干掉一个。年轻的时候就是这种打法，现在上了年纪了，一起对付2个更不大可能了呀。右面有一个坑，好好利用一下。这里有2个气罐，其中一个单纯是补充，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捡到的，可以短时间之内解除气槽的限制。但是越这样，我越感觉不知道放什么招式好啊。这就相当于是穷惯了，突然有了一笔银子，不会花，
这个超杀放的也不错。向前的这个突进技最后是往空中走，之后咱们可以接一下空中的招式，比如说平 A、下 A 或者是 AB。但无论哪一招，我感觉都不如人物留在地面。这里我就是背板不细啊，忘了这里空中还有一个人。又是暂时无限的气槽。正好手里现在有剑，就开始劈吧。这一波的敌人都是怪兽。天使之前也是怪兽啊，所以这都是小场面啊。这些家伙太灵活了，抓住一次机会，尽量的输出。这里有个杂兵被吃掉了。我应该是奖了2条命了，但是奖命的任务如果是高手的话，在第1关就已经完成了，因为第1关的 BOSS 就可以打出很高的连段。这个场景有一点像斗技场。上来的都是最初的杂兵，但是数量很多。平 A 总往前有一个位移呀，我想要站在墙角站不住。放了一个超杀，还被打下来了。这个回血道具捡的有一点着急了。这里是一个移动平台的场景。大家对初代有没有印象？最后1关也有一个类似的地方，而且上方同样的也是不停的在扔手雷、扔炸弹。右面的坑同样可以利用一下。这有点让我想起世嘉 MD 平台的怒之铁拳3代。有一个场景也有类似的电梯，可以把敌人扔下去。这放了一个 AB 还是被炸了。这种坑利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有的时候想把敌人扔下去，但是很容易被敌方打下去。第1关还有第2关的 BOSS 一起来了。我首先就是要先对付忍者，这个家伙的难度更高。
第一关这个 BOSS 就是肌肉发达，但是很废啊。打完了之后就要开始本作的最终 BOSS 战了。这个最终 BOSS 是3个形态。本作其实没有什么非常明显的剧情交代，但是咱们可以从1代的结尾来进行猜测。比如本作的男主就是1代的最终 BOSS， 为最终 BOSS 洗白，这个操作不是很常见。根据初代的剧情，2代的 BOSS 可能是之前提到过的超级电脑。超级电脑的 AI 觉醒之后，想要控制人类。听起来有点像重装机兵啊，但是这个超级电脑比重装机兵的诺亚要温和一些。毕竟他提到的是控制，重装机兵的诺亚想的就是消灭。刚才我一个超杀 BOSS 吃了2下，这个伤害真的足。这里就是 BOSS 的3形态了。这个形态十分讨厌。这种 BOSS 就有别于传统的小体型的 BOSS， 打的套路不一样。我刚才就是想把这波手刀躲过去，结果等我冲过去了，他正好放了。之前的 BOSS 好像都没用 AC 来收过啊，这次用 AC 来收一下。这招伤害还是很高的，不足之处就是掉血呀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变神魔鬼2代》，使用天使泽尔迪亚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